填补这个安全感。你看我赚到钱了是靠运气，虽然是靠运气赚钱，但是我也找老师学了，我也学怎么管理了，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些东西。你看我进步了，对吧？其实跟很多人去算命、烧香拜佛是一个道理，就是钱不知道怎么来的，他想给自己一个说法，于是就做这个事情嘛，对吧？保佑菩萨，肯定是菩萨让我赚的，那我得保佑他，肯定是这个，对，就是这么回事啊。对，现在怎么看录像啊？现在怎么看录像啊？对，你就看我这个主页的号就可以了，主页的号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兄弟，现在是10点17分，我们等到10点20分左右正式开始给大家分享，好不好？10点20左右正式开始给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成功法则的第4个篇章，叫解决策略。我再依次给大家唤醒一下啊，我们这个系列一共是4节课，前3节第1节分别讲了识人辨人，第二就是告诉你你可以看我回头的录播，就是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你就看一下我的录播。我觉得万事万物、谈恋爱、创业、生活，所有维度你都可以看我这4节内容，是你做任何事情的心法。那第1节课最主要的是帮助你在识别人、事物还有各个维度方面，能够做对选择。第2个是让你在和任何人接触的过程中，能够感知到，提升你的感知力，能够通过错综复杂的信息归纳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点，然后你感知到这些有效信息，对你进行一种赋能。第3节课讲的叫这个分析问题归因，就是你当遇到一个问题错误了，就你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遇到一个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失败了。然后你给他分析出来，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失败的？那今天就讲分析出来问题了，那我怎么解决呢？我知道我自己哪里不行，那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好吧，就是这4节内容分别，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物不就是经历这4个阶段吗？发现问题，找到问题，分析出最重要的那个问题，然后解决它，你人才能慢慢往上走，对不对？直播嘛，对，是直播的。公子的经历算运气吗？公子算运气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程度沾不上运气。如果有一天我赚到一个小目标了，那可能是运气。这点儿我觉得比我现在普通人一个，跟运气有什么关系呢？公子这么体系化的认知是什么构建的？就是时刻因为我真的很想让自己活得很好，就是我经常看有女生发朋友圈文案。叫有在好好认真生活，有在好好生活。可是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每天睡到下午5、6点才起，晚上天天喝酒，他真的有在好好生活吗？对不对？我经常看到有些人发朋友圈，参加各种会议、各种培训，说知识的赋能是带给我人生格局的另一重境界的成长，巴拉巴拉说这种词。但我了解他，我觉得他平时是最喜欢打游戏的，这哥们儿平时最不爱学习的。他怎么天天朋友圈这么发呢？对吧？就我觉得我是真的有在用心生活，就真的很想让自己这辈子不虚此行。上天赋予了我们生命嘛，那你人生在世就活着几十年，你肯定要给他造啊，给他活得精彩啊，不然他妈人生都浪费了，区区几十年，对不对 ？OK， 不是对成功的渴望，不是对成功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成功，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应该专注，应该就是你今天就算这个你拉个屎你都得好好拉，对不对？不然拉得不痛快。我不是为了成功，我是为了爽，好不好？我的发心就一个，是为了爽，是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一个开心舒适的状态。这个就是最大的动机。OK， 好，确实是这个逻辑啊，欢迎各位兄弟啊！现在他妈的人数还有点少啊，不过没关系。那么我觉得人虽然少，但是你听着听着就多了。今天一定要认真听，今天是全部所有的内容讲的最干货的一期，好吧 ？OK。那我们就正式开始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欢迎各位兄弟收看我们成功法则第4节，也是最后一个篇章，解决策略。
那之前给大家讲了3节课，不再多此赘述了，你可以看上面3期的内容。那今天给大家讲最后一个系列，叫分析出问题之后如何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我发现其实这个社会上的聪明人不在少数，很多人他真的很聪明，他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追不到这个女生，为什么赚不到钱，自己差在哪了，有什么缺点，可是他改变不了，或者说他分析出来问题了，他有感知力，他也很敏感，他知道自己错在哪，可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他的解决方法完全都是错的，白努力。就我觉得今天的内容是让你怎么能够事半功倍，能够让你妈的用最少的精力、最短的时间、最高效的方式来解决一个问题，而且很准。这点我觉得是我最强的能力，所以我在此也给大家分享。好，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叫认知层面。好，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就讲认知层面。首先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90%的人他是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并不是下猛料彻底解决。我们要分析出这个点最大的区别。你在处理任何一件事物，发现自身的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着，就是我在原有的基础上，我改一点点，我懂一点点，我知道一点点，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呢？我觉得这是90%人的误区。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稍微懂一点、会一点、弄一点就能把这个事情干好的，一定需要你系统化的从头到尾给它梳理出来去学。我们在考驾照的时候，第1节课是什么？一定把那个车的构造给你讲清楚，车的原理，车是怎么行驶的，是不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学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都有一个前言来给你剖析？就这个东西，首先这个东西的祖师爷是谁？是怎么发明的？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它经历了哪几个周期的变迁，然后演变成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好，所以说，首先第一点，叫千万不要下猛料，千万不要想着微调，一定要下猛料。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叫变帅。你看，有相当多的哥们儿总是会问我，留什么发型能变得帅？我换个发型，我觉得会变得更硬朗、更清爽、更干净。哎，樊公子，你这个衣服链接发给我一下吧，我觉得你的穿衣风格挺适合我的，穿上你的衣服我就能变帅了。樊公子，我昨天听了你讲的东西，我特别鼓舞，所以我准备开始健身，瘦20斤，先让自己瘦下来，让身材变得更好。你看，目标导向是变得更帅，可是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总是单一维度的，总是想在你原有不变生活状态、不变生活作息、不进行大改的情况下，还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怎么可能呢？你看，你的问题是你要的是帅，不是看得过去。你要的是你之所以问我怎么变帅，肯定你长得一般，甚至有点丑，所以有点丑，稍微瘦20斤，那叫瘦的丑子，叫瘦丑，对不对？不会穿搭的丑逼叫他妈会变成精致丑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的是脱胎换骨，你不是把白米饭换成炒饭了，把馒头换成蒸馒头、煮馒头、炸馒头了，对不对？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大家能理解吗？你看，这哥们又问我长得还行，有必要变帅吗？你又问我这种问题，你又问我这个问题，如何变帅？所以你会发现，我每次我很懒得回答各位兄弟的问题，就是你问我那个问题，我觉得你问我这个问题，你不就想变帅的吗？可是我就算认认真真的回答你这个问题，认认真真的改变了，你也不会变得更帅啊。那我回答你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这么思考，你知道吗？对，你问我说，拍照到底是用苹果相机还是用单反相机？哎，我就在想，拍展示面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对你有什么帮助呢？你不会拍，你用什么拍也拍不好啊？这个照片讲究服化道效景，他妈10几个维度，你怎么可能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对你拍照有什么帮助呢？对不对？你问完我用什么软件拍照，然后我回答完你还要再问我
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去哪个场景，我要怎么 P 图，我怎么发朋友圈，文案怎么配，图片发4张、6张、9张，对不对？我就觉得无穷无尽的问题要来了，所以我发现啊，这个很崩溃。对，所以你正确的需要，如果你真的想变帅，你需要梳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第一个，你要变帅，那帅哥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你先找到对标的对象，或者先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物，你先明白什么叫帅哥。第二个步骤叫你距离帅哥的风格更接近，你就是帅哥有这么多种风格，你更接近哪种类型的风格？对不对？这是第2步要梳理的。第3步是距离我这种风格的，距离这种跟你很接近的风格，你差到底哪几点？你是差了发型了，还是差了一个身高了，还是差一个头肩比了，还是差脸型下颌线了？你到底差什么？好，把你差的东西列成计划，再一点一点去完成，无限接近。这个时候你再开始问我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正常来讲，你问我怎么变帅，你不是应该按照这个角度来问我吗？你应该问我樊公子什么叫帅哥？你眼里的帅哥叫什么？对吧？那你觉得我更适合跟哪个明星网红？有没有对比图？你发给我一下，我自己学，我自己看一下，对不对？然后你自己琢磨出来，我差哪几步，我要改哪几步。这个时候你再来问我头发怎么做，穿搭怎么做才有效啊？你对这东西一无所知，上来就问我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发型，那有什么用呢？大家能理解吗？来，各位兄弟能理解吗？懂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只是举一个变帅的例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诸如此类。想解决一个问题，绝对不是微调，绝对不是动动手指，稍微学2个知识点就能学会的，一定是下猛料。比如说，你问我怎么学会酒吧游戏，啪，抖音上学2个视频你就会了，看我一个教程你就会了，你得去10次酒吧。你得自己在家练，先把游戏规则掌握，在家练，然后去酒吧实地考察，去观察，对不对？然后再跟女生约会练那么几次，你才慢慢的入门。你随便问我一个问题比如说如何提升自己的衣品，如何提升自己的衣品？那我跟你说2句。看个抖音视频你就学会了，这3招学会了就让你学会衣品，那不可能的，那是需要你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博主，去对标，去试，然后就不停的校正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第一点，所有的问题记住，想解决一定下猛料，而下猛料就一定需要顺序流程，按照重要程度排序。所以你需要把你所有的问题都记下来，罗列出来，按照那个顺序一点一点去研究，一点点做。做完就打勾，懂不懂？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好，来我们讲第2点，第2种类型的问题第2种类型的问题叫解决它有什么意义叫解决它有什么意义？就是很多哥们儿问我的那个问题我真的觉得用他妈脚趾头想都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就是很多哥们儿问我那个问题，我认为叫无效问题，叫浪费时间，就是他妈钻牛角尖一根筋，烧脑子才会他妈问这个问题。软件上匹配了10个女生，回复了7个，那剩下3个为什么不回？你他妈问我剩下3个不回，有7个已经回了，你还问我剩下3个不回干嘛呢？你跟10个女生聊天，有9个对你反馈好，就那1个不理，你非要问我那1个为什么不理，对不对？这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各位兄弟理解了没有？这有什么意义？看你穿增高鞋垫回家脱鞋，被女生发现了怎么办？发现就发现了呗，10个发现了7个，那不还有3个吗？你不做这个事儿，你做总比不做强吧？那还有3个能接受呢，还有7个接受不了，那你不还是有3个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呢？你解决它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下面列了几个点，你是否有的选？你有没有的选？你个子矮，你不练增高鞋垫，你怎么办？你不就得垫吗？我知道，当然会被发现了。我知道穿同色系的所有的衣服风格比较单一，但是你没得挑，你他妈长得丑，你就只能穿纯色系的，
对不对？你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整容？你他妈没办法，你长得太丑了。你想达到的目标和你现在的条件差距过大，那你只能做这个事情。还有就是被女生微信被女生拉黑了，要怎么挽回？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已经拉黑了，这个女的无缘无故会拉黑你吗？上帝在她面前打了个响指，她把你拉黑了。她把你拉黑之前，她一定是动过脑子的，他想过的，他思考过的，然后做出了这个决定。那你为什么要扭别人不甜的瓜呢？别人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你为什么还要挽留呢？你去应聘一个公司，老板已经告诉你了，我觉得你长得他妈太丑了，来我公司影响市容，你为什么还要舔个逼脸说我还能不能，我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让我继续干，对不对？你是个老板，你的员工告诉你不想干了，你为什么要挽留他呢？为什么要强人所难呢？客户说不买单，你不要在那他妈的在那一直解释，在那推销让人买，没有用的。客户要退款也不要在那解释，一切顺人性，人不想做就不要勉强，对不对？不要去解决，不要去想，不要去分析，别人自有别人的道理，是不是？还有就是照片比本人好看啊，见光死怎么办啊？樊公子，你这照片拍的太好看了，对吧？朋友圈展示的非常到位，那我真人不是这样的怎么办呢？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系列的问题都是什么呢？都是键盘侠没有真实的就是问出这种问题的人，他从来没有实际体验过，而且特别胆小，特别懦弱，特别蠢，特别笨，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没有随机应变的智慧，也没有他妈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对不对？也没有敢想敢做的勇气，永远在那他妈瞻前顾后想。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认为是没有意义。首先你在解决，就是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当然想让它尽善尽美，就是我们尽自己能力最大范围内给它做到最好。可是有的问题它没得选，懂不懂？就像你穿增高鞋垫一样，你没得挑，没得选，你个子矮就是个子矮。首先你先确定个子高很重要，第二你个子矮，那你想变成个子高只能垫鞋，这一个办法，没有其他办法了。我知道这样穿增高鞋很难受，我也知道被妹子发现了很窘迫很尴尬，没得挑，你只能这么做。还有就是你做了肯定比不做强，你失败了总会有不失败的嘛，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你为什么要了解傻逼的想法呢？就这个，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1亿个人中出现一个傻逼，那他妈中国还得有13个傻逼呢，对不对？你就算是万里挑一的人，那你知道在全中国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人吗？那总有傻逼，总有跟你不是一路人的，总有三观跟你不合的，价值观违背的，总有这样脑子有病的人，你他妈还要了解他是怎么想的？你了解傻逼怎么想的？你不是比傻逼还傻逼吗？你不是纯傻逼吗？别人掺水的傻逼，你是他妈纯傻逼，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脑袋有病，脑袋有病。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点。叫不要问我任何没有意义的问题，你自己也不要去分析没有意义的问题。就是一个事情，当你发现这是最优解了，没得选了，虽然它也不是很完美，但是它没得选，做了总比不做强，对吧？那你就要学会接纳自己。有的时候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我自己想找一个6.5分的以上颜值的女生，我已经完全放弃掉内涵了。很多哥们儿老是他妈说，哎呦，樊公子，你找的那些女生，全部都是没有内涵的啊，都是那个什么比较乱的，对吧？我他妈让你告诉我，我要你告诉我，我不知道。那你有的挑吗？我竟然坚定的选择颜值，死磕脸，因为我知道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脸长得不好看一点，我接受不了，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女生如果脸长得不好看，我不可能跟她接触，我没有接触的动机，我什么都做不到了。就这一刻，她在我脑子里，我两眼发黑，脑子发懵，说不了话了。我知道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我就只能跟自己妥协。当然，我也看内在，也看内涵，但是我发现这两者同时间合在一起的人，我接触不到，那我干脆就放弃，对不对？
好，OK，所以这是第2个点，不要解决没有意义的问题，不要解决没有意义的问题。好，来，我们继续开始给大家分享啊，继续讲。来，所有哥们儿，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你可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FGZ5807 找到我们 FGZ5807，拿到今天的全程录播回放，还有我写的内容给你分享，让你吾日三省吾身啊，每天看一下，温故而知新，好不好？对，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嘛，也不是说实事求是，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各位兄弟呢都是普通人，大部分人都是基层出身的，你自己没有这么多可挑剔的空间，知道吗？那你真正想挑剔，是通过自己的实力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让你越来越自由，选择空间才广。可是你要先做孙子，先难受，去拼搏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之后，再拿你那个东西去换自由，去换选择，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可能，你可以有这个自己的洁癖，或者有自己很高的标准，但仅限于那么1、2件事情，你拿手的地方，或者这个东西你很擅长的东西，你有选择权。你绝大部分其实你是没得挑的。你发现你买车，你租房，你挑女朋友，你选择一个城市，选工作，你发现是不是都这样的？能够全部满足那个东西，你一样干不成，一样做不到，一样找不到。租房子，想要楼层高，外面有江景，平方还大，装修还好的，你租不起。这4个你最多要1个2个，是不是啊？你找女朋友，外在内在，家庭学历，你说你能挑几个？你不都得取舍吗？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他什么都想要，到他最后都什么要不到。因为你那4个不挨着，啥都不沾，你找那个人，你租那个房子，如果说这4个点你不做取舍，他跟你说这4个房，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操，月薪1个月房租5000块，什么都有，那他妈一定是骗你的。所以你知道大部分蠢逼是怎么被骗的吗？就是因为别人给他强调，把一个人想要的所有点都满足了，这人还信了，他就一定会被骗。那聪明人都知，聪明人和蠢的人，在准备得到一个东西，迎接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想，我为此要牺牲什么，付出什么，然后我是否能够做到。蠢逼不像，蠢逼只看自己得到什么，或者只看自己失去什么，他不会权衡，很傻逼，对不对 ？OK， 来，我们继续啊，继续。首先第3点，刚刚讲了2点啊，第一个叫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是下猛料还是微调？第2点是不要解决没有意义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讲第3点，叫规则内解决和规则外解决。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的思想是一条直线，他只局限于在他那个维度去思考问题啊。举2个最典型的例子，没钱怎么去高端场合约会？你看他的脑子里就2条线。高端场合消费很高，我没钱，所以不去；低端场合消费很便宜，我能付得起，所以我去。所以等于有多少钱就去不同的场合，就消费不同的东西。你看，这是普通人的想法，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你真的去了那个高端场合了吗？高端场合的东西也有便宜的，也有贵的；高端餐厅也有菜，也有贵的东西，便宜的东西；酒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高端的地方也有369种之分，也有低消。高端的地方它也有新开业的，也有满减活动，也有团购套餐，什么都有。你他妈了解了没有啊？对不对？你就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去不起那种地方，那不是我这种人能去的。都他妈破铜烂铁，怎么不是你能去的呢？都一样的。你不要觉得，哦呦，这个商场这么牛逼。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发现很多哥们儿啊，很多哥们儿就是脑袋有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就会盲目的给一切事物带滤镜。哎呦，这个是有钱人住的酒店，
哎呦，头等舱商务座那肯定是有钱人坐的，我们这种屌丝他妈的就坐绿皮火车就行了，对吧？那商场里面那能消费得起吗？蛋都憋炸了，在这憋着尿呢，非要挤那个公共厕所。你知不知道你去五星级酒店里面撒尿是免费的？知不知道？去高端商场的酒店没什么人，而且还干净，不用排队。你去他妈的肯德基、KFC 里面排他妈的半个小时，知道吧？屎都憋出来了，也拉不上。你他妈的就隔一条马路去对面五星酒店免费，对不对？渴了你非得去旁边买个矿泉水干什么？你直接去奢侈品店，像模像样的看2件衣服，他就给你递一瓶依云矿泉水，或者给你递一瓶巴黎水，1分钱不用花，吹着空调，享受最好的服务，还能换一瓶水喝。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脑子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会思考？刚刚只是举个极端的例子啊，刚刚只是举几个极端的例子。没钱难道就不能去高端场合吗？能不能买了东西再退回去？跟妹子在一起逛街的时候，你跟那个销售联系好，你说我买了东西，对吧？我今天要约会我的女神，但是我不希望在她面前表现出很抠搜的样子，所以我想展示一下我的财力啊，给你200块钱，待会儿我买了东西，我绝对不用，我明天再给你退回来，行不行？你让我嘚瑟一下。其实跟借朋友的车、借朋友的工作室、借朋友的，那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怎么有一个认识的人吧，也不算是朋友，他特别喜欢在自己客厅里放一个合同，那个合同大概就是几千万啊，跟别人签合同，老是喜欢在他妈客厅放这个。当然了，这种骗的形式我不鼓励哈，但是我通过这个点，就是它是邪恶的。我们如果是真善美的、善良的，其实也不是说你不能做，就是你要动脑子去想，你知道吗？能不能买了东西再退回去，在你女生面前展示出来你想要给她营造的这种感觉，对吧？能不能提前研究菜单，买通服务员只上便宜的？看过不差钱那个小品没有？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我之前带很多客户去拍那个博悦酒店，每次去20口子人，我消费多少钱呢？99块，99块啊，不是199块。为什么？我每次只点一杯酒，99块，然后再给服务员100块小费，他给我安排最好的景观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服务员1个月就挣他妈3000块，你今天给他100块，等于给了他1天工资，他给你空出1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拍最好的位置，他又不亏。对吧？所以我每次带几十个人过去拍，只花100多块钱。你说你能不能动脑子去思考、去想？但是我把这个归咎于，其实很多哥们儿他解决问题就是直线。但是你记住一点，叫不犯法、不违背道德，什么招都使，只要不违背道德，只要不犯法，什么招都使。就不要觉得就不要觉得1加1等于2，知道吧？3减1也等于2，10减8也等于2，能理解吗？好。还有下面一个例子呢，就是女的不搭理我，我怎么聊出来？你看，女的不回我信息，我怎么聊天把她弄出来？你非得想着通过他妈的聊天记录、聊天话术给他弄出来干什么呢？能不能说是商务合作？你说你是 MCN 机构，你说你是模特经纪，你说你有个活动，你说你有个微电影要拍，能不能跟他出来说我跟你谈一下，对不对？那哥们儿说你这不是骗人吗？我只是说有个活动要跟你聊一下，我没说真的让你拍啊，我只是说有这个想法。那想法你还不能让人有了吗？我月薪3000我也想拍电影呢，我月薪3000我也想当大导演啊，难道不行吗？能不能说有商务合作？能不能说你是个牛逼的摄影师，对吧？你拍照很厉害，能不能然后再去借一个索尼 A7M4，然后200块钱1天，拿个相机跟他沟通一下，拍的跟坨屎一样，你说没关系，这个镜头今天没选对。我下次再换一个什么什么镜头，巴拉巴拉一扯，完了之后你就跟他赶紧聊别的，你把他弄出来你就聊别的，不要就聊你擅长的东西就行了嘛。只要出来，你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或者说能不能从她的闺蜜入手，跟她闺蜜聊，或者让你的朋友跟她闺蜜聊，然后把她闺蜜，就是你朋友追到她闺蜜了，把她闺蜜约出来，把她也带出来，你再跟你朋友一起，是不是你都有机会，对不对？能理解吗？能理解吗？懂吗？就是这个叫规则外解决，就是你想解决一个问题，不要只拘束于那一个点，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只要能解决，只要能达到效果都可以。没筷子你还不吃饭了，你他妈不会用手抓吗？对不对？是不是啊？我问你，没筷子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用手抓？啊？你是个哑巴，不会用手比划吗？对不对？任何问题不都是解决来的吗？没有汽车就出不了门了，坐不了飞机就他妈的跑不了国外了，是不是？很多问题我觉得都有解决办法，就是看你想不想，是不是？好 ，OK， 真爆雷了，你怕是笑不出来了。爆雷了，笑不出来了，什么意思？对呀，来，各位兄弟，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好 ，OK， 这是第3点啊。好，那么刚刚讲了，我们第一大点的3个小点。第一大点是指你对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不要拘束于形式，只要能解决都 OK。第二个，只解决有效的问题，不要解决没有意义的问题。还有就是一定要下猛料，不要想着微调，好吧 ？OK， 接下来我们再说第2大点，就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啊，解决问题的思路 ，OK。具体到实操层面，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城市，比如说到了一个陌生城市，想最快速找到这个城市最火的酒吧、小区、酒店，怎么样获取这个信息？解决一个问题有 N 种形式，你一定要用最快、最便捷、最效率的那条路，懂吗？通罗马虽然说都可以到罗马，他妈的那时间有快慢，你那个慢到一定程度，这个事儿就意义不在了，懂吗？你仔细想一想，各位兄弟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啊，就这个到时候明天那个处理掉。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仔细想一下，为什么 YP 这个事情这么让人心潮澎湃？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常规恋爱，大家觉得是付出努力，一点一滴、脚踏实地的得到自己该有的东西，他不爽。人他就喜欢不付出努力就获得回报，人就喜欢不付出感情、不付出时间、不付出精力、不花钱，就还有回报。这个事情是男人最喜欢他的动机，是不是？那女人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她没回报，她只付出没回报，所以她讨厌，是不是？有些东西啊，如果它效率很低很慢，这个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花时间花精力，谁都能做到。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你仔细想，是不是？很多东西，它卖的贵，它不就是我可以更快吗？我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精力吗？是不是？所以你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就是用常规的方式去解决，就是你网上再搜个攻略啊，这个人说最火的酒吧叫 OT， 那个人说最火的酒吧叫 Forever， 那个人说叫 Middle， 你他妈搞不懂，你又自己跑了3个酒吧去实地考察，发现啊，这个果然是那个Middle 酒吧是最好，对吧？然后还有2家酒吧没开。你再问朋友，这2家酒吧怎么样？然后你再问他妈出租，最傻逼是问司机这个城市有什么好吃的。落地一个城市问司机说这城市有什么好吃的，最火的酒吧是哪个？他他妈哪知道？他一个开车的，他上哪知道这个问题？懂
懂吧？我发现还有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门徒走在路上，我们要去搭讪，然后要去一个商业街，他有点迷路了，不知道怎么走，他就问旁边一个保安，说那个街那个店在哪？我说你他妈问一个看门的，他上哪知道去，对不对？他一个看门的，他上哪知道哪里好搭讪？他哪知道那种高消费的地方，他看门的他肯定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直接看妹子的朋友圈，你不就懂了吗？你直接看好看的女生的朋友圈，人家都已经做过决定了。女人对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是最有深有研究的。你直接看好看的女生做的决定，她朋友圈的定位是哪里，她平时都去哪个酒吧，就已经默认了。然后你再结合很多个女生她朋友圈的定位，你综合在一起评判，一下子结果就出来。你还用自己去网上搜，那有可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是个40岁的他妈老大妈，她回答的。他跟你说胡桃里酒吧最好，知道吧？他因为里面有民谣歌手，他他妈的听民谣歌手的，你一定要找最快的那条路，好吧？不要浪费时间，等你把一个东西，其实你知道很多东西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东西，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都知道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一点用都没有了。你知道很多搞培训他是为什么哈？他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他已经用这个赚了很多钱了，然后他发现这个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弄成一套方法给你分享，因为都没有用了他才拿出来给你说。所以你要跑赢的是信息差。你去问所有有钱人你身边的人也可以，你问他赚钱最重要是什么，他一定告诉你，第一大点叫信息差，第二点叫创造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但是让大家感觉有用，或者解决某一个人可能不会就是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问题，但是你给他解决掉了。你最重要就是跑赢信息差，你要让这个东西在最流行的时候、最火爆的时候、这个东西还能有用的时候，你就赶紧做到，懂吗？所以你说豪车有没有用？我觉得在10年前可能是有用的，现在是一点用没有，因为不稀缺了，知道吧？杭州有一个房子叫嘉润公馆，是大平层的鼻祖。那当年要能住嘉润公馆很牛逼了，现在他妈2万多一个月，租不出去。都知道那个小区那个都老了，那没有信息差了，是不是？那现在最火的叫望亭，7万8一个月，你住那儿才牛逼呢。当年大家知道1号院吗？杭州1号院，知道吧？当年说了豪宅很牛逼，短3年过去了，这小区都没人住了，网红都没人住了。一样的东西，一定要敢赢信息差啊！解决问题当然有很多种，但一定不要拐弯抹角，不要绕来绕去的，知道吧？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哥们儿他就很多哥们儿他妈解决问题啊真的很崩溃。比如说今天的主题，你看，比如说我经常带线下学员嘛，带门徒，比如说咱今天的主题是搭讪，好，搭讪是认识女生，对吧？走在路上认识女生，那么他呢先说，哎呦公子我有点饿了，我先吃点东西。我说这绝佳时间，你吃啥东西呢？你要真饿了，路边买点先垫一下啊！不行，他非得去店里面吃，一吃他妈1个小时过去了，一会儿又说上厕所，我说你找个近的就行了，他说这太脏了，我得去商场里面上。我说好，那你赶紧去。上完之后又说抽根烟，烟又没有了，就去买包烟，买包烟完了之后又想买杯喝的，就是他整个过程准备工作做了2小时，还没开始。他不是不敢啊，不是不想上啊，就是他觉得现在不舒服，就想不舒服，肚子饿了就想吃口饭，对吧？就是想嘴巴里想嚼个口香糖，想抽个烟。他把什么东西都做完了 ，OK， 这个时候再开始去认识女生。刚搭2个，跟我说有点累了，要不然先回去吧。我都崩溃了，我他妈给你换了2个小时，你搭2个站，要2个号你就走了，哥们儿，你怎么崩溃死了你？
对对对对对，懂我意思吧，各位兄弟，懂我意思吧？就这个意思。好，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一个叫寻找最快的那条路，第二个叫问题拆解排序。问题拆解排序，懂我什么意思吗？懂我意思吧？线下学员这么抽象，好，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用这个例子来讲，我要整容，如何找到好的医美咨询师？你看每次是不是有哥们儿问我，你鼻子在哪做的？我也去做。你眼睛是几毫米的？我就在这想，这他妈在肋骨上弄块骨头塞鼻子里，我跟你说在哪做，你就立马去做了。我眼睛3毫米的，你也弄3毫米的。我操，这是至关重要一辈子的事情，你就这么轻易做出决定了？你不去做调研吗？你不去他妈的，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去整容都提前几个月，面诊至少10家医院以上，然后每一个医生对话都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然后最后整理成一个模板给我看一下，说你看这些是选了这么多几家医院，然后我初步筛选。第二次筛选，最终筛选这么3个医生，你看他给我的建议哪个更中肯，再结合很多维度再去我帮他挑一个去整，对不对？我就发现很多人他妈解决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你知道还有哥们儿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带线下嘛，带门徒，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在打车，你知道吧？然后那个车上面显示是2分钟到，然后这个时候我跟他在马路上走了。在马路上走着路，他就问我说：“凡哥，你觉得我整容应该怎么整？”那个时候路上估计已经有1亿个人吧，人挤人，满头大汗，累了一天了。你问我整容怎么整？你到底想不想让我认真给你回答？你问我这问题，他妈咱俩待会儿2分钟后上车，你再慢慢问我不行吗？你非得他妈的在这挤来挤去的时候，你问我怎么给你整容？那我哪有条件看你的脸？我想告诉你，我也得说啊，马上都热死了，怎么跟你讲？你懂吗？就很多人他问问题，他老是是一个在一个不切合实际的语境环境下问我这个问题，或者说他问我的这个问题说，樊公子，你给我出一个狙击女神的方案吧。咱俩说好了，就是我可能带这个客户去吃火锅，还有他妈2-3分钟就到火锅店了。你不要问我这种问题，你这个问题每2个小时聊不下来。你到底想不想让我认真回答你？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太他妈大了，至少得2个小时，我得认认真真的解答吧，我得认认真真跟你沟通。你是不是想？那我也可以3句话把你打发掉。不是，我想说的不是我想说的是你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吗？你得观察看对方现在他到底空不空闲，有没有这个沟通的交流的这个契机。所以我不太认可走在路上问女生要微信跟她聊很久，那手上拎着4个大袋子，一看在那打他妈滴滴专车呢，晚上他妈喊他回家吃饭，你在那跟他聊来聊去，没有那个状态，不会跟你深度沟通的。你难道捕捉不到这些信息点吗？对不对？不是，各位兄弟，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想表达他不会关注我的情绪状态，情绪都无所谓。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它不是3言2语能解答的，或者你的这个点，它一定是非常深入研究才能给你一个稍微中肯一点的答案。而且这个问题对你来讲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在对方最舒适的状态在咨询这个问题，有这个时间。对吧？对，好，大家能理解吗？大家能理解吗？对吧？大家能理解吗？对，好，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我要整容，如何找到好的医美咨询师？首先，你做医美的目的是什么？变帅，这是最重要的目的。那变帅需要你的这个有一个变帅方案，所以在所有的医美的第一步一定是设计方案啊。一定是告诉你怎么整，你就是简单来讲，你要找一个人告诉你，你为什么丑，你为什么是个大丑逼，
你怎么做能帅，哪里高一点，哪里低一点，哪里怎么样做你能帅，对不对？你先得，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你得先找一个最有审美的这种医美设计师，去让人给你看脸，确定完方案之后，你再考虑后面的事情。这个你都不知道自己丑在哪，你他妈我跟你讲，我发现很多哥们儿一问我，哎，你这是假体还是硅胶？你他妈管我是假体还是硅胶呢？你管这干什么呢？假体硅胶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重要的？他妈最后一步了解的，对不对？问我这个是韩国的进口的还是美国进口的，你他妈都不知道丑在哪了，你问我那么快的问题干什么？你按照顺序一点一点来啊，对不对？好，首先那先设计完脸型，确定完你的变帅方案之后，再找医院确定。为什么？因为整容第一要素是变帅，第二要素是什么？安全。你得先找一个有专业资质的医院，或者做了很久是个正牌的，先保证自己命还这不小命别没了，对吧？命都没了，变得再帅也没有意义。然后再确定医生，因为具体给你设计的是一套方案，但具体给你做的人又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你需要让设计的人给你设计的很到位，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你还得确保你能把你的想法落地给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能理解你的意思，你俩能就是你得和这两个人都合得来，是不是啊？好，这个时候你可能锁定了一堆医院，锁定了3、4个医生，你觉得都还不错，都还可以，都能 get 到你的意思，给你的解答也很专业。那接下来你才开始考虑到材料、价格，是不是啊？那3、4个医生都不错，那我到底选谁？肯定是选那个材料最好的，然后同样的材料价格最便宜的。如果你觉得都差不多，实在不知道怎么看了，再看哪个医院装修更好，地段更装修更豪华，地段更核心，然后服务态度更专业，对吧？那你再一层一层筛，一层一层筛，最终不就筛出来你最绝佳的那个选择了吗？这有什么难的？我发现为什么很多人老是喜欢问别人呢？我从来不相信别人，就是我跟大家讲啊，在任何事情上我从来不相信别人，我只相信自己，我只相信自己的直观感受判断。因为我认为很多人都做不到像我一样这么细致的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路，我认为他们的选择都有局限性，或者都很片面，都80分。但是我干任何事情，我对自己的要求是95分，我尽量做到完美。所以我都是他妈的，不管你怎么跟我说，我都不会信的，我都会自己再筛一层，懂吗？医美不用公开讲嘛，我他妈讲的是解决问题的。你他妈傻逼吧！你给我拉黑，傻屌，傻屌。我也不是告诉你怎么，我又不是让你去整容，给你他妈的在那卖课。我是举一个例子，告诉你这个解决一个问题，你从头到尾的一个思考问题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就拿这个举一个例子，对不对？那其实同理可得，你可以想，你这个问题，你干这个事情最重要的那个目的是啥？然后你以这个目的性为第一选择。你看，就像你学情感一样，你的目的是希望，对吧？那事儿，那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讲理论的人呢？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那个东西，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这方面最强的人呢？对不对？你又跟我说了，我感觉他讲的很有道理，你他妈讲的有道理，你感觉对吗？有道理，你什么论证他讲的有道理呢？你分析过没有？你是个小白，你怎么你一瞬间就能判断出来他讲的有道理，对不对？你学任何东西，买任何东西，我经常看到有人买东西，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买？他说感觉还挺不错的，当时体验感很好。我操，你做过研究吗？你做过调研吗？你就买，对不对？感觉挺好，感觉可能有欺骗的空间在。比如说你很久没有见过女人了，你1个月没见过女生了，然后突然出现一个女生，你觉得好漂亮，但有可能她超过你给她评判的颜值了。如果你一天见10个女生，连续见1个月，你再看到一个女生，你可能就觉得她不好看了。
你得把所有的外部因素给它排除掉，才能做出最精准的判断。人最重要的就是判断、判断、判断，选择、选择、选择。人一天24小时，都是时时刻刻在选择当中度过的。甚至你这顿外卖吃什么，选哪一家商家，去哪个地方约会，去哪个地方化妆，去哪个理发师给你做发型，一切的一切产生了你最终的结果，天壤之别，懂吗？公子在不熟悉的领域怎么做研究？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有不熟悉的东西都是研究这个，都是按照这个顺序研究的，是不是？好，来，这是这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解决方法做了一定能达到效果吗？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出这个方案，要仔细想，你的初衷是什么？然后你这个方法真的能解决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哥们儿都是这样的，女生不喜欢我，理由是嫌弃我没有性张力，所以我的解决策略是选择健身。哎，你看好像很有道理。追一个女生，她觉得我太瘦了，没有张力，所以我选择健身练肌肉，这样我就可以吸引到她，或者吸引到同类型的女生了。来，各位兄弟看一下，女生真的是因为你没有性张力